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呀妈呀，今天这个故事真是太精彩了，我都忍不住想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。大家都知道，两岸婚姻一直是个热门话题，有人说甜蜜，有人说坎坷，但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，绝对会颠覆你对台湾和大陆婚姻的所有认知。话说，去年我在武汉办了一场两岸联谊会，认识了今天故事的女主角小雨。这姑娘今年28岁，武汉本地人，5年前嫁到了台湾。上周她专程来找我，说是要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我，希望能给正在考虑两岸婚恋的姑娘们一些参考。当她说出我再也不回大陆了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差点以为又是一个被台湾富商骗到岛上后悲惨生活的故事。谁知道真相却让我大吃一惊，小雨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她出生在武汉一个普通家庭，父母都是工厂工人，家里条件并不宽裕。小时候她就特别懂事，知道家里不容易，从不乱花钱，还利用课余时间打工补贴家用。我记得读高中那会儿，周末就去奶茶店当兼职，暑假更是连轴转，早上在书店做导购，晚上到餐厅端盘子。那时候就想着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将来有出息了，让爸妈过上好日子。小雨说这话时，眼神里满是坚毅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小雨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武汉一所不错的大学，学的是会计专业。本以为生活会就此转好，谁知道大三那年，噩耗传来，他爸爸在工厂意外受伤，落下了终身残疾。那段时间真的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。爸爸伤了腿，妈妈要照顾他，家里没了经济来源，我休学1年，到处打工赚钱。小雨说着说着，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，那时候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山重水复疑无路啊。后来在亲友的帮助下，小雨重返校园完成了学业。毕业后，她在武汉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，生活才稍微稳定下来。每个月省吃俭用，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家里给父母。命运的转折发生在3年后，那时小雨已经25岁，身边的朋友大多已经成家立业，而她却因为家庭负担重，连恋爱都不敢谈。说实话，那时候我对自己的人生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，觉得这辈子就是赚钱养家，可能到30岁才能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。小雨苦笑着说，就在这时，公司安排她去台湾出差，这一去竟然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。在台北参加一个金融研讨会时，小雨认识了她现在的老公阿威。阿威是台湾一家投资公司的项目经理，比小雨大5岁，台大金融系毕业，家境殷实。第一次见面，他主动来搭讪，说听了我的发言很有见地。小雨回忆道，我当时挺意外的，因为我长得很普通，从来没想过会吸引到这么优秀的男生。两人相谈甚欢，发现彼此都对金融市场很有研究，而且都喜欢看张爱玲的小说。短短几天的出差时间里，阿威带小雨领略了台北的美食和风景，两人迅速熟络起来。说来也巧，我回武汉后没多久，我也因为工作需要到武汉出差。他主动联系我，我们又见了几次面。小雨说，我当时心里还在想，可能就是出差无聊，找人聊聊天而已。谁知道半个月后，阿威再次来武汉，直接向小雨表白了。他说他喜欢我的独立和坚强，想认真交往看看，我当时都懵了。小雨笑着说，一个台湾高富帅，怎么会看上我这种普通大陆姑娘呢？恋情的开始并不容易，首先是地域距离，武汉和台北相隔千里，两人只能靠视频通话和偶尔的飞行见面维持感情，更大的阻力来自于双方的家庭。小雨父母一听说女儿交了个台湾男友，第一反应就是担心和反对。我爸妈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前的港台剧里，觉得台湾男人花心不靠谱，再加上担心我嫁得太远，以后见面困难。小雨说，尤其我爸身体不好，更怕我不在身边照顾他们。而阿威的父母反对得更加激烈，一开始他父母坚决反对他跟大陆女生交往。小雨表情有些黯然，他们担心我是冲着台湾户口和钱来的。说实话，这让我特别受伤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。阿威告诉小雨，他父母的担忧不无道理。在台湾确实存在一些大陆女生为了经济利益而嫁到台湾的案例，再加上两岸文化差异和政治立场的不同，
很多台湾长辈都不太支持子女与大陆人恋爱结婚。那段时间我们吵过很多次架，小雨坦言我也动摇过，想过放弃这段感情。毕竟门不当户不对，两边父母都反对，我们能走多远呢？甚至阿威的朋友也不看好这段恋情。他们认为大陆女生和台湾女生在价值观、生活习惯上有很大不同，长期相处会有诸多问题。有一次我去台北见他，他的朋友聚会上，有人当着我的面说大陆妹只会花钱，不靠谱。小雨说到这里，语气中有明显的委屈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原来我们面临的不只是家庭反对，还有整个社会的偏见。在交往过程中，小雨也确实感受到了两岸之间的文化差异。最开始相处时，我完全不了解台湾的社会文化。小雨说，比如他们叫零食点心，叫土豆马铃薯，叫出租车计程车。有时候我们明明说的是同一种东西，却因为用词不同而产生误会。语言只是表面现象，更深层次的是价值观的差异。例如，在谈到政治话题时，两人常常有不同的立场。对于家庭责任，台湾和大陆也有不同的看法。在大陆，我们习惯了孝敬父母，觉得赡养是理所当然的。但在台湾，他们更强调小家庭的独立性。小雨解释道，阿威会给父母一些生活费，但不会像我们这样事事以父母为先。这点我一开始很不适应，还有对金钱的态度。小雨习惯了勤俭节约，而阿威则更注重生活品质，愿意为兴趣爱好和精神享受花钱。有一次我看他花1万多台币买了个摄影镜头，我吓一跳，心想这钱够我在武汉生活好几个月了。小雨笑着说，后来我才明白，这不是铺张浪费，而是生活方式的不同。此外，小雨还发现台湾社会的发达程度远超他的想象。老实说，以前在大陆我对台湾的印象就是宝岛，水果很甜，还有就是经济不如大陆发达。小雨坦言，但实际去了才发现，台湾的社会福利、医疗保障、公共设施都非常完善。比如他们的健保制度，看病特别方便又便宜。小雨还提到，台湾的生活节奏比大陆慢，人们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细节，这点他很欣赏。在武汉，大家都在拼命赚钱，生活节奏特别快。但在台湾，即使是普通上班族，也会花时间去享受生活，周末出去爬山、喝茶、看展览。小雨说，他们不会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加班赚钱。这种生活态度我现在越来越认同。尽管面临各种困难和质疑，阿威和小雨的感情却在磨合中不断深化。他很有耐心，会解释台湾的文化习俗，会尊重我的生活方式。小雨说，而且他特别顾家，不像有些人说的台湾男生花心。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，问我过得好不好。交往1年后，阿威向小雨求婚了。面对这个重大决定，小雨犹豫了很久。说实话，我害怕，小雨坦言，害怕嫁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害怕融不进台湾社会，更害怕无法照顾远在大陆的父母。阿威理解他的担忧，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：结婚后先在台湾生活，每年回武汉探亲几次，等小雨父母年纪大了需要照顾时，再考虑接他们到台湾同住或者回大陆发展。最打动我的是，他说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，我们一起承担。小雨眼中闪烁着泪光，那一刻我知道他是真心爱我的，不是玩玩而已。经过深思熟虑，小雨决定勇敢一次，接受了阿威的求婚。但是双方父母的态度依然是个大问题。为了争取家人的支持，阿威多次飞到武汉，陪小雨一起照顾他的父母，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诚意。阿威来我家，主动帮我爸洗脚按摩，陪我妈逛菜市场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小雨说，慢慢的，我爸妈看到他的真心，态度软化了不少。而小雨也多次去台湾拜访阿威的父母，学做台湾菜，了解台湾文化，努力融入他们的家庭。最初见面时，阿威妈妈脸色很不好看，话也很少。小雨回忆道，后来我发现他喜欢兰花，就专门研究兰花的养护知识。每次去都能和他聊上几句，慢慢的，他开始接纳我了。在双方的努力下，两家人终于对这门婚事点头同意。3年前，小雨和阿威在台北举行了婚礼，小雨的父母专程从武汉赶来参加。
婚礼那天，看着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饭，笑着交谈，我真的特别感动。小雨说：“我知道这不容易，但爱情就是这样，需要双方一起努力经营。”嫁到台湾后，小雨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语言。虽然都说中文，但台湾使用繁体字，而且日常用语和大陆有很大不同。刚到台湾那会儿，去超市买东西都紧张。小雨笑着说：“有一次我想买醋，但不知道叫什么，比划了半天才明白台湾人叫醋为酸醋。”除了语言，生活习惯的差异也让小雨一度很不适应。台湾人特别注重垃圾分类，要分成好几类，还有固定的倒垃圾时间。第一个月我常常忘记，害得阿威带着垃圾袋到处追垃圾车。小雨不好意思地说，工作上也遇到了困难。由于学历认证和就业政策的限制，小雨一开始无法在台湾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。刚到台湾那会儿，我只能在一家小公司做行政工作，薪水不高，而且常常因为口音被同事笑话。小雨坦言，有时候真的很委屈，会偷偷哭，甚至想过要不要回大陆。幸运的是，小雨的公婆对她非常包容，阿威也一直给予她支持和鼓励。我婆婆看我不开心，主动教我做台湾菜，带我认识她的朋友。公公知道我喜欢看书，专门给我办了图书馆卡，每周末带我去借书。小雨感激地说，他们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慢慢的，小雨开始适应并爱上台湾的生活。她发现台湾社会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。台湾的公共秩序特别好，人们排队不插队，开车礼让行人。小雨说，而且环保意识很强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做垃圾分类，街道非常干净。医疗保障也让小雨印象深刻，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让看病变得非常方便且负担不重。记得有一次我突然发高烧，阿威带我去医院，挂号、看医生、拿药，全程不到1小时，而且只花了几百台币。小雨说，在大陆，这可能要排队大半天，还要担心各种乱收费。此外，台湾社会对女性的尊重和保护也让小雨感到惊喜。在台湾，家庭暴力、性骚扰的投诉渠道非常畅通，法律保障也很完善。小雨说，而且职场中的性别平等做得比大陆好很多，女性升职加薪的机会和男性差不多。阿威的家人也完全颠覆了小雨对重男轻女的印象。我婆婆从来不干涉我们的生活，不会像大陆某些婆婆那样对儿媳妇指手画脚。小雨说，即使我和阿威吵架，她也会站在中立的立场调解，不会一味袒护儿子。在台湾生活2年后，小雨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成功在一家跨国公司找到了会计师的工作，薪资待遇比在武汉时还要好。我现在的工作环境特别好，同事们也不再因为我是大陆人而有偏见。小雨骄傲地说，我觉得只要肯努力，在哪里都能站稳脚跟。在台湾安顿下来的第3年，小雨意外怀孕了，这个消息让2人既惊喜又忐忑。当时我刚在新公司站稳脚跟，正准备大展拳脚，结果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小雨摸着肚子回忆道，说实话，我挺害怕的，担心照顾不好孩子，也担心事业会因此受影响。阿威倒是非常开心，立刻张罗着布置婴儿房，陪小雨去产检，学习如何照顾孕妇。但小雨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忧，她的父母。我爸妈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我很担心他们知道我怀孕后会着急。小雨叹了口气，毕竟我在台湾，他们在武汉，有什么事情也照顾不到。小雨和阿威商量后，决定先不告诉父母怀孕的消息，等到预产期近了再说。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小雨怀孕4个月时，因为工作压力大，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症状，被紧急送进了医院。那天真的吓死我了。小雨说，医生说如果再晚一点来医院，孩子可能就保不住了。这场意外让小雨不得不请长假在家休养，也不得不向父母坦白了怀孕的事实。电话那头，父母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。我爸听说我差点流产，当场就哭了，说要来台湾照顾我。小雨眼眶湿润，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不管我在哪里，父母的爱和牵挂都不会变。就这样，小雨的父母决定来台湾小住一段时间，帮忙照顾女儿。这对于行动不便的父亲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，但他坚持要来。办签证那会儿特别麻烦，我爸因为残疾，很多材料都要额外准备。小雨说，
幸好阿威帮忙联系了台湾的亲友，总算把手续办齐了。小雨的父母来到台湾后，对这座岛屿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、有序、人情味浓。我妈一下飞机就说，台北的空气比武汉好多了，街道也更整洁。小雨笑着说，我爸更是惊讶于台湾对残疾人的友好程度，到处都有无障碍设施，出行特别方便。让小雨更感动的是，公婆对他父母的热情款待。虽然语言不通，但双方通过肢体语言和简单的词汇交流，竟然相处得十分融洽。我婆婆特意学了几句武汉话，每天早上都给我爸泡一杯养生茶。小雨说，我公公知道我爸喜欢下棋，还专门找来了象棋，两人经常对弈到深夜。在台湾的2个月里，小雨的父母彻底改变了对台湾的成见。他们发现台湾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传统保守，反而在很多方面比大陆更加开放包容。有一天，我爸突然对我说，闺女，你嫁到台湾是对的，这里的人真诚，社会有人情味。小雨回忆道，听到这话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顺利度过孕期后，小雨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，取名叫小福，寓意两岸的福气和好运。生孩子那天，全家人都在医院门口等着。小雨说，当护士把孩子抱出来给大家看时，我公婆和我父母都哭了。那一刻，所有的隔阂和误会都烟消云散了。孩子的出生给小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，也让他对台湾的教育和医疗系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在台湾生孩子，政府补贴特别多，产检基本不用钱，生产住院的费用也很低。小雨说，而且产假特别人性化，可以休到半年，公司还保留职位。这在大陆很多地方是不可想象的。孩子出生后，小雨更加感受到台湾社会对儿童的重视。从社区公园的儿童设施，到商场里的育婴室，再到公共场所的儿童优先座位，处处体现着对下一代的关爱。最让我惊讶的是幼儿教育，小雨说，台湾的幼儿园特别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，不是只教认字算术，而是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社交能力。小福现在上幼儿园，每天回来都兴高采烈地跟我们分享他的发现和创作。在育儿理念上，小雨和阿威也有过分歧。受大陆教育观念的影响，小雨一开始很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，恨不得从小就开始教英语、数学，而阿威则认为孩子的天性和兴趣更重要，不应该过早灌输知识。我们为此争论过几次。小雨坦言，后来我慢慢理解了台湾的教育理念，发现确实不必给孩子那么大压力。看到小福每天开心的成长，我也放下了焦虑。有了孩子后，小雨和阿威的家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每个周末，他们都会带小福去郊外游玩，接触大自然。家里也经常举办小型派对，邀请朋友们带着孩子一起联谊。在台湾，亲子活动特别丰富。小雨说，政府会定期组织家庭日活动，社区也有各种亲子课程。这让我感觉养孩子不是负担，而是一种享受。在孩子1岁半时，小雨重返职场，并且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会。他所在的公司看重他对大陆市场的了解，委派他负责两岸业务拓展。回到职场后，我发现自己的价值被充分认可了。小雨自豪地说，在台湾，只要你有能力，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者，都有公平的发展机会。小雨还提到，台湾职场的工作氛围比大陆更加轻松和人性化，加班不是常态，员工的个人时间受到尊重，上下级之间的沟通也更加平等，不存在过于严苛的等级观念。在大陆，我经常加班到深夜，领导一个电话随时都得待命。小雨回忆道，但在台湾，下班后就是私人时间，除非特别紧急的事情，否则不会有人打扰你，周末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薪资待遇方面，小雨也有了全新的认识。虽然台湾的绝对薪资水平可能不如北上广深等1线城市高，但综合考虑生活成本、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，实际上要优越得多。在武汉的时候，我月薪1万多，看起来不少，但房价动辄上万一平，买房基本靠父母。小雨算了一笔账，在台北，我现在的薪水能负担得起体面的生活，虽然买房也不容易，但至少租房不会特别吃力。而且这边的健保、育儿补贴等社会福利，能省下不少开支。
工作之余，小雨还参加了台湾的一些社区活动和志愿服务，这让他更加融入当地社会，也交到了不少知心朋友。刚来台湾那会儿，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，担心被人歧视。小雨说，后来我主动参加社区的环保志愿者活动，认识了很多台湾本地人，他们都特别友善，从不因为我是大陆人而有偏见。小雨特别提到一位台湾阿姨，是她参加志愿活动时认识的。这位阿姨知道小雨是大陆媳妇后，主动邀请她参加各种活动，还教她如何适应台湾的生活习惯。那位阿姨跟我说，台湾和大陆本来就是一家人，不要有心理负担。小雨说，她那句话让我特别感动，觉得自己真的被接纳了。说到这里，我忍不住问小雨，为什么会说出我再也不回大陆了这样的话？是不是在台湾遇到了什么特别感动的事情？小雨笑了笑，说这话确实有特殊的背景。去年过年，我们一家人回武汉探亲，那是小福第一次去大陆，我特别期待让他认识老家的亲人，体验武汉的文化。小雨说，可是这次回乡之旅却让小雨体会到了巨大的文化反差。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教育观念的差异。小雨皱眉说道，我带小福去亲戚家做客，他们的孩子从早到晚都在补习班轮转，连玩耍的时间都没有。亲戚们看到小福3岁还在自由玩耍，不认识多少汉字，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，说我耽误孩子。亲戚们的教育焦虑让小雨感到压力山大，他们不断比较孩子认识多少字，会背多少首唐诗，仿佛这些是衡量教育成功的唯一标准。有个表姐直接对我说，你在台湾把孩子教育成这样，将来怎么跟别人竞争啊？小雨无奈地说，我当时就反问她，孩子的快乐和兴趣不重要吗？非要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，这种教育理念的冲突只是冰山一角。小雨发现，她在台湾生活多年后，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许多台湾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，比如注重环保、尊重个体差异、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等。在台湾，大家骑自行车上班，自带购物袋，认真做垃圾分类，这些习惯我都养成了。小雨说，但回到武汉，看到随处可见的一次性餐具，街头乱扔的垃圾，我心里特别不舒服。社会氛围的差异也让小雨感到不适应。台湾社会崇尚的是小确幸、平凡但幸福的生活，而大陆社会则更加强调功成名就、房子、车子等物质成就。我发现自己已经很难融入武汉的朋友圈了。小雨坦言，他们聚会聊的都是谁又买了新房，谁又升职加薪。我对这些话题提不起兴趣，反而想聊聊生活感悟。亲子教育，结果大家都觉得我假台湾人。最让小雨震惊的是，她的一些老同学得知她嫁到台湾后，竟然向她询问怎样才能嫁个台湾老公，好像这是一种脱离苦海的捷径。有个初中同学直接问我能不能介绍台湾男人给他，说他听说台湾男人顾家、有钱，对女人好。小雨无奈地说，我告诉他，两岸婚姻不是逃避现实的手段，而是两个人真心相爱的结果。可他根本听不进去。回到台湾后，小雨和阿威认真讨论了未来的规划。考虑到孩子的教育、两人的事业发展以及生活品质，他们一致决定长期定居台湾，而不是回大陆发展。所以我跟朋友们说，我再也不回大陆了，并不是因为我不爱家乡，而是因为我和家人在台湾找到了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小雨解释道。当然，小雨还是会定期回武汉探望父母，也会邀请父母来台湾小住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搭建起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能够体验两种不同的文化，吸收各自的精华。小雨说，我也希望小福能够同时了解大陆和台湾的文化，不要带着偏见和成见，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作为一个在台湾生活了5年的大陆媳妇，小雨想给那些考虑两岸婚恋的年轻人一些建议。首先，两岸婚姻不是逃避现实的捷径。小雨强调，无论是嫁到台湾还是娶到大陆，都需要面对文化差异、家庭关系等多方面的挑战。如果没有真爱作为基础，仅仅为了所谓的更好生活而结婚，最终只会两败俱伤。其次，小雨建议两岸的年轻人在交往前多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和家庭情况，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。两岸虽然同文同种，
但几十年的分隔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差异。小雨说，从语言习惯到生活方式，从价值观念到社会规则，都需要时间去适应和融合。如果连最基本的尊重和包容都做不到，那么跨越海峡的爱情很难长久。最后，小雨希望大家能够摒弃偏见，用平等开放的心态去看待两岸关系。无论是台湾比大陆落后，还是大陆人素质低，这些刻板印象都是不公平的。小雨说，两岸各有所长，也各有不足，只有相互尊重，取长补短，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发展。小雨的故事讲到这里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过无数两岸姻缘，但像小雨这样深刻剖析自己心路历程的例子并不多见。她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两岸婚姻的成功不在于谁嫁给了谁，而在于两个人如何相互理解、包容和成长。正如她所说，爱情没有地域界限，只要真心相待，任何困难都能克服。而那句我再也不回大陆了，也并非对故土的背弃，而是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的肯定与坚持。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道路上，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，无需过多解释与辩白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对两岸婚姻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我是丽姐，下期再见。